好了，那么今天小狼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风云再起的速通。那么这次速通呢是貂蝉，正常来讲咱们都做过啊，看过貂蝉的这个秒杀貂蝉的这个通关啊，同时呢小狼也做过这个3挂2的貂蝉，那么从来没做过风云再起的貂蝉啊。虽然说风云再起到目前为止呢，小狼没有做过像模像样的这个刷分，但是毕竟啊这个。然而，毕竟呢，因为这个刷分实在时间太长了，而且小狼对这个刷分呢技巧也不是有甚了解啊。速通呢啊，咱们就当做这个什么呢？因为毕竟速通的话呢，看起来还比较明朗，比较简单嘛啊。咱们就是这个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来自于这次的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游剧的一个论坛版主啊，叫这个刀撇川，这就是应该正常顺序是一个撇，然后那个一个撇2个数，然后3个数啊，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叫撇刀川，但是他名字是刀放在前面啊，刀撇川，这个字应该是这么念的。然后当然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清的是什么同位数、质子、中子和电子什么玩意儿的，反正你不管它啊，反正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当然这个操作者呢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咱们只是简单的讲解一下。然后对于这个咱们看一下。对于这个风云再起呢，小狼的这个打速通的慢慢来，因为之前咱们做过赵云速通啊，这个咱们也做过这个魔章的刷分，但是魔章刷分可能看起来稍微简单一点点啊，所以说这个或者说不是那么很墨迹。那么现在看起来比较墨迹的这个刷分呢，比如像诸葛亮的这个风云再起的单刷，但诸葛亮单刷呢要比这个咱们119的单刷啊要稍微的还得快点。但是风云再起有一个叫赵云刷分的，是真心受不了啊。还有一个是赵云和马超这个合刷分啊，那个更看起来反正是怪怪的啊。大家伙儿能理解的话，对吧？我就不多解释。但是第一关你可以看貂蝉这个人呢，应该说对于风云再起呢，它是整个这个游戏的系统改变了。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咱们这个一些这个不怎么常玩的，就是喜欢看的这些玩家呢，可能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它除了有一个可以深滚的这么一个招式之外，剩下的招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游戏的本质上的系统上的不同了啊，这个就不多解释。来看一下第一关，这个是一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斗啊。那么风云再起的速通呢，它讲究的不仅是路线上的从优，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在对于打 BOSS 的时候啊，怎么去控制。因为如果是风云再起的话，虽然说没有，但是乱世枭雄这款游戏呢是有这个武将对战的，打这个 BOSS 啊，单挑 BOSS 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单挑2个 BOSS 就可能稍微难一点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是打这个速通，它正常来讲呢，不是单挑 BOSS 那么简单，因为你看后面那个小兵啊，非常恶心啊，应该说就是打起来吧，非常的这个非常肉，一个不小心就要看着这个兵。当然，如果是那个刀兵的话，就要看一下，像刚才那个戟兵啊，这个小枪兵就稍微的弱一点。那这一次的视频呢，除了路线从优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对于咱们玩家呢，对于一些小一些宝物的运用。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所以说大家伙儿要擦亮眼球啊！风云再起呢，如果说你从小是玩119的，你从来没有玩过风云再起，当你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啊，你发懵，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打分升级。你看啊，咱们这次呢，就是只有打 BOSS 的时候才打了这个60来万分，这个。因为没有要刷分的意思，因为本身用貂蝉呢，咱们也这个不去扯这个刷分的意思。你看本身你看打这个黄红这个兵，这个咱们就是说这种类型兵是下蹲起手1、2、3、4，然后上下，你会发现打死了之后呢都没有刷分啊，分数都不是很高。所以说这个打分啊，这个咱们要用另外的方式呢去打啊。这个速通呢就是以快速的方式呢把这个小兵或者说是 BOSS 打死，这是最主要的。你可以看到现在才70万啊！如果正常的话，你看像刷分第一关，对吧？就有人能刷到多少级啊，对吧？这个17级啊什么之类的啊。反正这个当然事实上，你是这个人物也不一样啊，刷分的情况也不一样。咱们看这个速通，咱们是走这个上路线。那么走这个路线呢，很多人说，那你速通为什么要走这个洞内路线呢？这个它不一样。你像这个很多人不理解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像这个有的玩呢是打那个双马王啊，有的打双马王，有的是直接打这个
打这个定军山。它这个你选择的这个洞口不一样呢，这个 BOSS 也不一样，就包括第3关啊，你选择路线选择好的，选择这个不是好的啊，你选择路线的话，你很可能会造成就是是选择直接玩这个火烧连营，还是直接玩这个血战夺荆州啊？可能反正直接可以绕过一关啊，不是这个，反正你是玩这个大义失荆州，还是这个还是玩这个火烧连营啊？反正这个可以选择的啊，这种。来看看这一关的话，不是这一关啊，这个地图的话呢，正常咱们都知道，来这儿是为了吃这个吃个隐身衣。这个正常来讲呢，这个貂蝉啊，这不是貂蝉去了。正常来讲，这个隐身衣其实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吃这个什么火箭什么的啊，反正无所谓。这个反正就从这个路线走，你看走过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地图你会发现，好像是你一上来出现的那个地图啊。这个地图是不是很乱？然后呢，没有这个出来的时候没有马这个路线了啊，越过了这个马王路线，然后呢直接走这个，咱们看直接走到了这个电梯。然后呢，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个不是定军山，来到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图。但是这个地图呢，唯一多的是地上出了3个孔，这3个孔上呢有3个毒气，然后马上夏侯渊就会出来。这是一个路线，咱们看夏侯渊从右边一抱，他是练一个看刀，但这个看刀呢对咱们造不成伤害，它是一个起始的必须触发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咱们看看打这个夏侯渊的话，飞轮。直接上下手起手，这个招式呢，应该说这个咱们正常打的话，也有用不是飞龙在天啊，用这个天女散花的。但是咱们现在呢，这个玩家呢是比较，因为打速通可能比较喜欢用这个上下手跳 A。上下手这招呢，一个你能打4点，这个最后呢再磕一下一个血杀。血杀呢也是在最后1点的时候形成一个非常高级的伤害啊，非常高的一个伤害。所以说这个血量是不重要的啊，反正但凡高手呢。你只要用血去做事儿啊，这个他们是最高兴不过的，因为他们最不值钱的就是血。包括你像我们这个咱们前几期解说啊，这个包括这个恐龙新世界，对呀，这个用血杀啊，都是这个关键目的，包括秒杀也是，对吧？用血杀打伤害，只要是费血能达到伤害，能达到连招的目的啊，那这是最不值钱的。而且还会，反正是给补嘛，还给你一些补品。然后夏侯渊呢，1管半。你会发现呢，风云再起的这个连招模式呢啊，它连完了之后呢，正常来讲啊，不管是什么人物，不管是多少级数啊，当然这个级数越高，可能伤害能再高一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它的这个你的这个造成的这个满连的这个伤害。对于 BOSS 来讲呢啊，是要比119要伤害的多。如果正常的这个貂蝉打这个夏侯渊，如果要是单挑的话还能强点，而有小兵配的话，他绝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这个 BOSS 打死。如果就算他也是用这个上下手，其实如果是119的话，就不如是天女散花了啊。然后第3关呢，咱们看还是走什么路线呢？走这个打速通的话，咱们看看这个他是走哪个路线？反正呢就是某种越关的方式。那当然呢，这个如果要是貂蝉呢，在119里面打速通呢，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啊。119速通呢，一般都是选择用什么？当然啊，也有选的。反正曾经是办过一场比赛，办过什么比赛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你比如说速通的话，选择魔张飞、白黄忠和诸葛亮。对吧？他可能在最后结算的时间内呢啊，可能就是正常的结算时间。如果要是选马超啊，或者说选什么一些另外的人啊，关羽，在这个你白张飞啊，在你能通关的这个能一命通关的基础上，可能还要再放宽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是35分钟，可以减1分半啊，或者说是减这个1分钟啊，或者减2分钟啊，可能都有。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红黄忠啊，红色的这个黄忠。当然那个比赛呢，后来呢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结果啊，基本上都最后呢是魔张飞获胜了啊，是来自于这个 KYO 啊老 K 啊，当然不是拳皇那老 K 啊。好了，你看他这次选择走上路，然后呢直接他走上路反而越过了这个梦幽的这个地图。然后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夏侯惇，啊，直接进入到夏侯惇的这个阳平关。借刚才那个话题来讲呢，就是打这个风云再起呢，速通来讲呢，觉得好像没有人玩风云再起专门去办过什么所谓的速通比赛，一般就是摊分合作摊分啊，一般就是这样的表演。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一币摊分啊，什么张飞5.8亿啊，什么赵云5.5亿。啊，诸葛亮多少亿的啊？都这么个摊分方式，但是呢，这个很少有人办速通，因为这个游戏要是速通的话，好像有点违背了当初做这个游戏的意义。
当初做这个《风云再起》，它其实《风云再起》呢它是按理说是官方的啊，这个发行出品了一款这个从系统游戏上根本就改版的一款游戏。这个咱们说啊，什么叫优质的改版游戏呢？像这个简单的改版游戏，你比如说像这个魂斗罗的改版。那魂斗罗的改版就是什么93超级魂，是不是啊？这种改版呢，就属于就是在不改原有的这个系统的包括玩法的基础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地图啊打乱顺序，或者重新制作的地图、重新制作的路线啊，以及这个反正特色的东西啊、特色的 BOSS、特色这个宝物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是这么一个改版的游戏。那么对于《风云再起》呢，它这个改版游戏就是说句实话呢，它是把这个原有的系统改的稍微再难了许多啊，这个难了一点点啊。这个因为这个正常来讲呢，这正常来讲，如果菜鸟你玩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升级。你像正常咱们玩那个诸葛亮，对吧？咱们一下搓，不仅长气儿啊，而且还是这个长气儿，而且还涨分，涨得特别快。升级是靠这个硬性的分数去升级，而风云再起呢，就得靠连招。小狼呢，曾经的第一次玩这个风云再起的时候，选诸葛亮，然后你会发现打到第一关的关底之前，我都没有奖多少分，我不知道该怎么加分。好像就是前搓1、2、3，前搓1、2、3，前搓啊，这好像就这种感觉，但事实上，情况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啊。这个，所以说你但凡看到上亿的人，你就觉得这帮人怎么刷出来的呢啊？反正是怪怪的。好了，这个地方是给2个小夜包的补，一会儿呢有这个，一会儿呢就是有这个传说中的2个 BOSS 啊，有聊聊啊，有聊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传说中这个霍啊，都是悠悠啊悠，这个反正这个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啊。好了，一顿这个飞沙走石，可以看到这个还有这个好了，辽哥上下，这个飞刀啊差点砍到啊。好了，这个小狼的这个并没有这个说的正确啊，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触发这个梦幽在这个地方出来，难道是卡兵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啊。反正正常那就是我记错了，应该是在乱世枭雄里，还是乱世英雄里的版本啊？反正是但是像这个乱世枭雄或乱世英雄的版本呢，它就是基于风云再起的游戏改版。啊，基于这点上呢，就是但是他也改了不少的东西啊。但是说，只能说是基于这个风云再起的这个模式来改版。而这个永恒经典的119，它就是真的是119经典啊。像什么115、117呢啊，基本上就没有人去钻研啊。也就是说，只有119。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因为咱最火的版本，网上啊，应该说在网络上这个玩的人最多的版本呢，玩的人最多的是这个《三国战记119》。而看的人最多的呢，这个也有人说是119，也有人说是风云再起。剩下的啊，咱们看一下有119的改版，比如说2012的这个什么无双噩梦啊，曾经小狼也做过相关的解说，包括天下一统，以后有机会也会做的。但是这种类型游戏看起来尤其是比较变态，有很多骨灰级别玩家吧，他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这个游戏的正版，看起来吧有点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传奇私服，玩1.76，对吧？有玩1.76的人能接受1.80、1.85。甚至他能接受一些微变的，但是他接受不了中变或者是超级变态的啊，就感觉有玩无双版和噩梦版，这个包括天下一统版本，就有点像这个传奇私服那种变态版的传奇私服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很多人呢这个就接受不了，而且呢玩法当中呢看起来也是比较变态啊，不管是宝物啊还是说技能啊都这样变态，但是有机会呢当然有很多人喜欢创新，他喜欢看，他自己不玩他喜欢看，你知道吧？这个就包括小狼也是，小狼玩的也不是很好啊，这个但是小狼的这个玩三国类游戏呢，基本上除了你像119之外呢，小狼呢这个玩三国游戏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能够一命通关的啊。这个事儿我就不做过多的解释。当然事实上呢啊，这个因为毕竟啊要解说过多的游戏，没有一定的时间呢，天天去玩，天天去研究啊，包括玩拳皇也一样。所以说，相信啊，小狼以后呢这个。如果要是游戏的话，我就对自己就是音乐游戏啊，或者节奏类型游戏呢，小狼可能稍微强点剩下其他游戏呢，小狼可能没什么天赋。但是小狼有一张嘴，对吧？没事我就逼逼，我就不玩我就逼逼，怎么的？对吧？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咱们看啊，现在呢已经是他走这个路线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大夷失荆州，这个
这个地图呢，这个咱们就是走第3关，然后走上路，然后绕阳平关，然后呢直接看到了这个地图。然后看到这个地图之后呢，咱们看看一会儿呢就可能会正常的越到另外的一关啊，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尼尔亚的节奏了啊。当然这个情况呢也就是这么个情况。来看看这个，正常来讲呢，咱们这个好像咱们这个速通呢打的不是很严谨，但是因为很少有人用貂蝉打这个风云再起。所以说能玩成这样，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啊。他并不是专门去研究这个的啊，可能为了解锁某些成就，就所有人都想要快速通关一下啊，是这么个情况嘛啊。这个反正挺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来看看，接下来呢啊，正常打的话呢，应该是不会打这个貂蝉了啊。那貂蝉打貂蝉也是。同样是姐妹啊，这真醉了啊！貂蝉你个小婊子是吧？啊，你居然冒充我啊！你看，正常咱们选的貂蝉呢是红色的，啊，红色的，然后绿色裤子，然后那边的貂蝉呢是纯绿色的啊，这个绿色的啊，就是怎么跟大家伙解释呢？貂蝉呢，如果是红色肚兜的话，咱们说啊，就是红配绿，也就是说呢，这个还没有跟关羽处对象啊，这个红色的呢就代表什么呢？这个人赤胆忠心，一般就是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意思就是这个红色一般代表好人，毕竟呢也是这个挑拨吕布和董卓啊这么一个设定。但是呢，在荆州城，你说貂蝉为什么在荆州城里面？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因为当时貂蝉不是给关羽了吗？是吧？对吧，二哥？然后呢，同化了，就变成绿色的啊。因为关羽是绿色的，而且戴一个绿帽子，这个事儿我不说你们也懂啊。当然，你一看这个灯不打，咱们就不去，对吧？就是能理解。然后，但是你不打灯的话呢，这些铁甲兵呢，你是肯定要 K 掉的啊，没有任何跳过的方式。没打死，他这个前锁呢跟119不一样，前锁之后呢，他没有一个向后这个撤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马上呢利用上下手取消，这样的话呢就属于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这个连招起手方式。啊，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下啊，确实是有点没谁了啊。当然，《三国战记风云再起》小狼解说的话，以后啊，如果要是小狼有心。这个会考虑啊做这个刷分，因为连119我都考虑要做刷分了，所以说这个以往呢，我一直跟大家伙说啊，说这个小狼呢个人不喜欢这个风云再起这个游戏，但是呢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呢，我看这个风云再起也挺好玩的，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要是咱们去学的话，你就会发现啊，你就是有的人嘛，在打这个连招的时候，在这个打血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快感。你会发现好像跟这个119的这个玩法，它就完全就是不是一个游戏。你看这种玩法呢，基本上就是，而且打击的感觉呢，有点就不像那119那么生硬啊，就是一下去 A， 能打一下就是费一下血。这里面就连招加分，然后呢，这个在最后一点的时候啊，这个好像咱们现在优化版做的最多的是这个风云再起的优化版。改完优化之后呢，好像最后一点能达到50万分啊！这个你想啊，你最后那一点你摸着了之后50万分数，那是什么感觉？包括现在很多人研究出来那个诸葛亮的那种刷分方式，就是呢，先把一个小兵打到快死的节奏啊，就是或者说把 BOSS 打到最后几个连接，然后突然多了几个小兵，在最后捅那几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分数涨得特别快。啊，就是这也就是说赵云和马超就是合体刷分的那种感觉吧啊。但是这个越来越多的玩法呢，也觉得这个游戏可能稍微的已经强势一点。但是缺点是我不喜欢在线直播这个游戏，因为很多人嘛玩这个游戏，他不是怕失误，他觉得打得不好或者说一下死了，对吧？他就炸房然后重新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就去看啊，因为你要打的话呢，你宁可打得稳一点，对吧？你是在线表演，你又不是突破自己的这个瓶颈，是吧？啊，你在线表演，那你就对吧？你就表演好，一整有人打到第1关、第2关死了，诸葛亮啊，就不玩了啊，玩赵云啊，玩这个刷分不理想啊，不玩了啊。你说这个觉得吧，这个特别怪啊，心里还是特别怪怪的。当然，风云再起呢，它还加了一个特色的这个元军令的这个手续。说是元军令吧，它不是那种放出来呢，是帮你去打，而它是变身啊。这个从风云再起之后的版本都是这样的。咱们看这次是绕过了那个绕过了那个左慈的那个地图，然后呢，咱们就你懂的啊，咱们就没有什么这个可以。没有什么可以去配音，我就象征性的啊，给你们配个小音啊，配个小音药啥之类的。然后呢，这一关呢是直接跳到了血战夺荆州。这一关呢，大家都知道啊，许褚，然后这个
走上路的话，也可以进这个荆州城门打霍霍。但是呢，这个分情况啊，分情况。然后马上就是最后一关，所以说这个速通呢也是蛮快的。到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基本上才20分钟左右啊，这个费不了多长时间。啊，当然这个现在你可以看到用一些宝物的运用，它貂蝉的本次速通，它的运用最多的呢，就打小兵的话呢，一般来讲用的是你比如说必杀用的比较多，把它拉成一个直线用必杀，还有呢就是毒镖。这个毒镖呢啊，这个你像有些打某些就是一群怪的，像有一些这个可以瞬秒的小兵，用毒镖呢啊，3只毒镖是非常靠谱的啊。然后呢，炸花呢也是打铁甲兵的这个利器。但是剩下一些就没什么办法了。飞轮呢也是打 BOSS 的时候也是很常见用吧啊，很常见用。但是呢，我就觉得吧，现在玩这个三国的这个119，包括风云再起，就是基于这个115啊，基于这个三国战记原版、三国战记1的这个原版来改的这个游戏啊，觉得就是没法去突破，因为玩2的人呢，喜欢玩2的，除了2的新系统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他喜欢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武器。比如说貂蝉呢，在2里面，三国2里面就具有这个飞天虎爪，还有这个血臂手，但是呢，在1版本当中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玩起来呢，很多玩家觉得很枯燥啊，因为只有诸葛亮和马超才有啊，这个心情感觉怪怪的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咱们看看现在呢，接下来呢是打许褚。你看，像这种兵呢，就需要用这个炸花给秒掉。在119当中呢，这个轻骑兵呢，也就只有在这一关有吧啊，这个轻骑兵呢，也是用这个炸花秒掉是最靠谱的。然后呢，再往后，一些小土雷，火属性呢是可以直接秒杀掉这个小兵。好了，看看没死，猜都猜到了啊！刚才确实是只打了3点，想打死一个兵不太容易。现在呢，直接拆车。好了，拆完车之后呢，看个情况啊。喂，啊，你用剪刀把那个生蚝那个头绞一下，然后憋进去，或者拿刀别。他没有哪边是头，你要拿刀别也行。你拿刀找一个那个他那个合缝那个地方，然后找个地方，然后。明白了，不是别不开，你拿个刀，然后拿那个壳，你找个口，然后你明白了吗？你能听见吗？刚才你能听见我的意思了吗？就你能听见吗？就是你拿个刀找那个口，然后别在那儿，就跟你劈柴火似的，劈那个名字似的，明白了吗？你那种也行，我是用那种方式，有时候也用那种方式，有的时候就是你拿剪刀，你找一个它那个尖儿那个，就是它合缝那个地方，你给它绞一个小口，然后把剪刀横着伸进去，然后一别就出来了。太嘚儿了，我给这解说呢，要不我不能那么着急跟你说啊。好了，你不懂你再说吧，咱晚上 QQ 说好了啊。好嘞啊。那太费劲，吃个生蚝不会吃啊。好了，这个最近的一整就是啊，反正就一天一个电话没有。但凡录制啊，就哪怕录制全黄也行，因为录制全黄呢，我可以暂停，你知道吧？啊，我录制咱们这个闯关游戏，它没有那个暂停，你知道吧？你这个事儿你就是好恶心的这种人啊，就是就来电话啊，就来电话。当然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看看这一关。他没有进这个荆州城，而是选择在这个传说中的这个楼上啊，城门楼上。反正呢，他走的是上路，然后也没有看见王平啊，就是这从头到尾呢，就刚才那个上升楼梯那个地方有王平，然后其他就没有。好，落地炸花，而正好炸死了铁甲兵啊，这个很靠谱。上下手有很多 BOSS 啊，都是非常这个够意思的，给你一些补品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好的运气比较不错，1、2、3、4上下手，跳 A。再上下手，还有毒瓶，我勒个去！好了，要看刀，但看的第一瞬间啊，你就可以破掉它。这个呢，在三国119里面可能就是很难去实现的啊，一般没有人去这么打的啊。看他的看刀是他最大的弱点，而且你会发现他好像很少练，非天女散花没散出来，你好像很少看见他那个选择练什么这个练什么必杀之类的。这就是
特别嘚了。好的，这次练出来，防一下，然后马上利用前跳滚出去。最后呢是一个飞轮，上下手起手，天女散花。其实这个天女散花在这里血量不是很多，还是这个上下手血多啊。飞龙在天，最后的飞龙在天，这种感觉飞龙在天和天女散花好像是要不是这个貂蝉和这个关羽是这个红配绿啊，他俩确实是配的比较好啊。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说呢啊？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好了，最后一个是飞燕回廊，正好是一个冰属性的攻击。这个飞燕回廊啊，这个反正是给贵了。你这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啊？好了，看看现在呢是貂蝉的打到了最后一关。到目前为止，你看他才多少级呀？他多少级啊？还没有这个三国归统。你看他现在好像是没10级，才8级，然后他1000多万啊，1000多万，1400万分才升到8级。所以说你看这个升级是多么的慢啊！你说升到24级得多少时间？是不是啊？啊，当然最后一关呢，咱们看一下啊，路程呢就是这么个路程，目前也是25分钟左右。然后咱们现在直接选择走这个雷道，走这个雷锤儿。他可能越过了马王那个地方，咱们可以看到还有密室，应该打速通的话应该是不会进的。这个雷锤，很多人说他没有走貂蝉路线，这个雷锤是怎么，这个雷神锤是怎么来的？他撞这个某个 BOSS 撞出来的。那撞哪个 BOSS 呢？啊，这个我好像忘记了啊，反正是这就是玩的少晕，但是确实有啊。打速通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是这个用雷锤进这个雷道。这雷道呢，他先进入眼帘的好像是魏延逃跑的路线啊，就是他是给人一种感觉是绕过了这个魏延逃跑，不绕过了魏延，但是呢直接进到了魏延逃跑路线，并且在上方有两个密室啊，有2个密室，但是这2个密室呢咱们没有进啊。好了，这是放的这个天使符。天使符呢有一定的属性攻击，但是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吧。反正在你打兵的时候呢，如果碰到这种像枪兵或者是刀兵以及弓箭手这种兵呢啊，基本上可以秒掉。好了，前跑过来，直接魏延在此，将近2管血的魏延，跳 A， 还能再打一下。但是有小兵在的时候啊，咱们确实很难整嘛，很难搞。一个毒，然后没毒着。好了，再上下这个。你看啊，在跟兵这个对线的时候呢，就是说确实有的时候吧，你把兵在这个方面上就是很嘚儿的节奏啊。这个你连招连的就不是很痛快，也有一种卡兵式打法。其实要说魏延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很多人呢玩这个在魏延这刷分啊，在魏延这刷这个水兵。在这个地方刷分呢，是整个风云再起刷分的关键之处啊，就是单人刷分的话，你像魔张飞，咱们之前说那魔张飞，这个不管是阿峰还是那个我燕儿啊，都是这么个情况。他这次没接上，基本上还得有2套差不多，一个小金珠，然后马上躲开一个位置，再一个小金珠，上下手跳 A， 再上下。好的，直接上死。如果刚才不是2个小金珠啊，他是选择1套的，至少1套可能打不死，然后选择用2套。然后呢，这还有这个传说中的酒葫芦，也就是杜康酒。然后这样的话，直接进入到了这个乱世枭雄。乱世枭雄里面的这个地图基本上就跟最后一样了。反正他跳过了马那个地方，也跳过了魏延谋反的地方。然后呢，同时避开2个密室，最终呢是快速通关。到目前为止啊，时间也是非常接近吧啊，就是不是非常接近啊，非常快吧啊。当然再快，他也得36-56分钟了啊，就是可能情况这个比较没办法啊，因为到最后呢，你再跳，你打 BOSS 还是要费时间的。好，来一个飞燕回廊，这边那个血量啊，又不是血量，用这个杜康酒必杀呢，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必杀都是为了这个打 BOSS 啊，他这个必杀是为了打小兵，也是真心醉了啊。然后呢，这里面加气儿方式啊，跟大家伙讲一下，加气儿方式是打死某个特定的小兵加气儿，而不是说你打一下就加气儿，知道吧？这个所以说很多菜鸟呢不知道怎么去把自己的气儿加满啊，很多人还天真的认为选诸葛亮这个把气儿加满之后呢就是爆气啊，就是呼风唤雨是加分的啊，你肯定扯犊子。好了，看看回身再飞燕回廊，这个铁甲兵没秒掉，打死了那个胖子。打死胖子的话不好整了，一会儿呢就是等这个司马懿过来，先放一个招安状。招安状的话，好的，开始用这个吕蒙这个拿命来这招是非常犀利的啊。
他这招拿命来呢，基本上就是嚣张要死。好了，这个最后呢是到时间。当然呢，刚才呢在有限的时间内，如果拿命来能达到3次啊，那确实就是屌爆了啊！这个伤害很给力的啊。但这个人的起身总是练一些无敌的招式，然后并且你还不能跳，对吧？不是，但他的跳是那个发那个火焰波动啊，就跳起来发火焰波动，所以说挺难的啊。这个。你看打到什么情况下，打到最后那一下的时候，对吧？最后一次连的时候，他还不强制练这个招，那就给力了啊，那就没谁了。好了，这一个自焚，然后马上呢还是隐身一这个神仙笔，接下来呢就乱世枭雄曹操。看一下这个曹操呢，也是传说中的最后一个 BOSS。这里面呢，曹操呢是2管半血，其实血量也不是很多啊。你正常来讲就是。你这个打起来血多根本就多不了多少，少不了多少。还有一毒镖，毒镖可以回身秒这个小兵啊。好了，血杀，一个小飞轮上下手，哎，没接上，这一下给跪了。1、2、3、4后面的这个铁甲兵，赶紧鱼鳞一啊，反正是血量打的血多呢，就比什么都强。101的时间也坚持不是很长时间啊，好在是10级了。你看这个小兵多讨厌啊，这就是好讨厌的那种小兵啊，漂亮！不仅没有奖命啊，咱们都知道啊，这打速通啊，不仅没有奖命，而且还死人了啊，这就是我说的啊，这个很难打。然后但是咱们速通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嘛。你看这个铁甲兵多变态，好恶心的这种人啊。好了，1、2、3、4上下手，擎天撞上下手，直接打一11连。血量的话，现在呢至少还要打4套啊，至少还要打4套。但是现在有一个必杀，一会儿呢这个曹操要加血或者是练这个必杀的话呢，就很郁闷了啊。上下手哦，哎，有小兵他最郁闷的地方呢，他不是说小兵他干扰你，就是你打的时候，我想打 BOSS， 我不打你行不行？不行。你打到这个小兵身上，然后其他的这个连击就断点，你说这个就是真心虐心啊！这个心情一下就被就是刺激到，就给跪了，反正是。好了，还是前撞这么一个打击方式。如果这个小兵，哎，这时候这个小兵就比较配合啊，就是当他不存在的话啊，那是最好的。前撞上下手，跳跃攻击，再上下，这点打得很准，血杀一点，最后一个必杀就可以秒掉了。好了，果然是练了必杀，最终啊，咱们看一下通关也是达成。最终这个咱们都知道啊，反正是速通嘛，死一个人还是很正常的。咱们以后啊，尽量会做这个速通的话，还能这个稍微能华丽一点啊。但这次呢，咱们就是打的就是比较正，当然也是告诉你方式和方法。这个当然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小宝运用的也不是很好吧啊。当然呢，这个我没有资格说评论一些这个高手玩家。以后呢，希望有更精彩的视频，也希望大家伙呢继续支持小狼解说啊，多多关注小狼右下角的这个关注按钮，点击关注按钮呢就可以找小狼这个视频的这个及时更新的这么一个受到一个及时更新的这个通知。当然呢，今天的视频也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